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1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16.55，收盘价是122.4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122.63。最低价是在115.60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807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06倍，量增。KD 值，开口变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进行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在的位置呢是股价的横盘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它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收盘在5均值上方，并且当日的成交量是一个量增的一个形式。那这样的指标说明后续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收盘在126.6，也就是一个横盘向上。对，那另外一个预测呢是会突破，向上突破，收盘会在135。那向下突破呢，股价会到达114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实际在1月13日收盘价是在122.40，出现了横盘。那我们会看到目前收盘价依然在我们定义的这个124和104之间，也就是没有突破。那并且我们会看到当日是踩到了100，我们说这根红线是116附近，对，踩到了这根红线的附近，然后呢股价被拉抬，然后收盘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也就是说在116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支撑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前一期视频股价走势的一个回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，那对于1月17日来说，股价上行，我们依然说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124，也就是这个横盘区域的上限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到1月17日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124附近。我们测算20日均线值应该是在122到124之间。所以说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突破124，并且站上20日均线值。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收盘价超过124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继续突破上行的走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是161，161我们说是自12月16日以来一直到12月27日连续下跌 K 线合并之后，这样一个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。对，
这是股价一旦突破目前的横盘区域，如果继续向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1。然后呢，在到达161之前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个水平线是143，它是这根合并之后红 K 的50%的一个成本线。好，对，那也就是说143将是它的一个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在1月17日要特别关注124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股价是否能突破它。如果不能突破124，我们说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遇20日均线值，然后股价会转折向下，出现一个下行的走势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行。那说下行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前一期视频定义的这个观察线，我们先把它删除。对，好的，股价下行很明显，这个目标依然是104，也就是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。那我们说在到达104之前啊，对于1月17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，包括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小的缺口没有回补，那这几个点位呢都将是支撑，所以从这个1月13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，一直到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说对于1月17日来说，这个区域将是它的一个支撑区域。好，那一旦这个区域被跌破呢，我们说股价一定会测试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，也就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一旦要是跌破了104，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94附近，就是这条水平线。那94呢是年 K 线图当中的10均值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回顾一下。年 K 线图当中，在这个地方有个10均值，现在是在94.89，又向上抬高了一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好，那我们也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，我们把它调整到95附近。好的，那我们说，股价如果完成第一个目标，跌破104之后，目标就是95这个水平线。那在到达这个之前呢，我们说100关口啊，依然是一个支撑。好，也就是它的阻力位。好，那么这是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1月17日，我们要特别关注2个点，一个点就是上方，我们要关注它是否能突破124，能突破124，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在124这个地方不能够突破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对。那另外一个点位我们要关注，大家会看到在这有个缺口是114哈，对，那我们可以定义成1月13日这个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15附近。对，我们说一旦股价跌破了115呢，我们说很容易去测试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。所以2个点位，一个是115，一个是124，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22到124之间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压力位，我们给出是12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28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出一个压力位是在136，136就是1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在这补充说明一下，如果股价能够继续上行呢，说这2个压力位啊是很容易突破的，但是在143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出现折返向下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说支撑位。
首先到来的支撑位，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在119到123。对，我们会看到这个5日均线值啊，如果股价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；但是如果股价是一个低开盘，那么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叫做上行的一个压力位。对。所以我们把5日均线值啊，先定义为一个支撑，也就是说它是从119对到123。好的，然后呢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16到120，116到118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会看到还有前低是在115，所以说下方的第一个支撑啊，我们说就是从115一直到100，我们说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是122.4，对，我们说第一个支撑区间是115到122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，对，是下方的，当然是这个缺口啊，实际上跟它是在一起的。第二个支撑就是104，是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。第三个支撑是100关口。好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是2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向上，另外一个就是股价会出现转折向下。我们先说股价继续向上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要判断股价会向上呢？我们刚才讲了，这是一个上涨的绿 K， 股价依然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这样的一个信号啊，就是说明这个股价依然是要有上涨的动能的。对，那并且在当日呢是低开盘，然后呢一路股价被拉抬，站上5日均线值，又出现一个量增。然后呢，出现低开，我们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K 线的回踩，所以股价对于1月17日来说，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向上的一个突破。对，那如果是向上的突破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20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28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27.5。那在这里我们讲的突破，就是它会突破我们的说的这个横盘区域。那如果实现这个突破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20的。在这个位置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上突破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反转向下。如果是反转向下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120，也就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最高到达120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08附近。收盘会收在109。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呢，它必须是一个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